第10章借钱。脚尖在山岩之上轻轻一点，萧薰儿宛如一只紫色蝴蝶一般，曼妙的身姿划起诱人弧线，轻灵地跃上了山顶，微偏着头，目光扫向悬崖边的少年。望着少年，薰儿微微一愣，虽然仅仅半天不见，不过他却是觉得现在的萧炎似乎比先前多了点什么。当两双眸子在山峰摇拽间相遇之时，薰儿终于是察觉到少年多出了什么，那是自信。时隔3年，昔日少年身上最闪亮的光环似乎终于再次归来。有些迷醉于少年嘴角那若隐若现的笑容，萧薰儿俏美的脸颊浮现可爱的小酒窝，浅笑道：看萧炎哥哥现在的模样，似乎并不需要薰儿来宽慰了。人经历了打击，总得成长不是？萧炎耸了耸肩，笑道：他一定会后悔的。薰儿抿着小嘴，轻笑道，信誓旦旦的模样宛如审判。萧炎淡淡一笑，随意理了理衣衫，走向少女。走得近了，瞧着已经和自己差不多高的萧薰儿，目光在扫向那张略显稚嫩的美丽小脸，萧炎心头忽然有些恍惚。当年那流着鼻涕光着屁股跟在后面瞎晃悠的小东西，如今竟然也是出落得这般水灵动人。轻轻地笑了笑，少年目光温纯，手掌毫不客气地在少女惊愕的目光中捏了捏那娇嫩的小脸，笑道：薰儿也长大了呀，不过还好没忘记萧炎哥哥小时候为了给你摘果子摔得满身青肿的狼狈样。被萧炎的亲密举动震得愣了好半晌，亮晶晶的灵动眸子盯着那双不含杂质的漆黑眼瞳，薰儿心中轻轻地笑了。小时候他就喜欢捏着自己胖嘟嘟的小脸，可自从3年前的那事后，他便犹如在心灵中竖起了围墙，将所有人都挡在外面，就算自己再如何努力靠近，都会被他那不冷不热的态度刺得黯然离去。他真的回来了，不过他似乎还是把我当成小时候的跟屁虫，真是根木头。轻轻地撅了撅小嘴，旋即薰儿又有些责怪自己的贪心。薰儿，这3年可别怪萧炎哥哥，那段时间我自己都活得浑浑噩噩的，不过还好有你在身边陪着。萧炎有点尴尬地烧了烧头，歉意的道。薰儿甜甜一笑，3年所受的一些委屈在少年声色的道歉声中顿时烟消云散。对了，薰儿，你手上还有多少钱啊？松开手中娇嫩的小脸，萧炎忽然干笑着问道。在家族中，除了父亲，便只有薰儿与他关系很好。今天给父亲丢了那么大的面子，他可没脸再去找父亲借钱，所以也只能把念头打在薰儿身上了。钱？眨巴了一下亮晶晶的大眼睛，薰儿愕然道：萧炎哥哥需要钱吗？可要买点东西，还缺一点。萧炎小脸有些通红，前身今世，这都是他第一次找女孩子借钱啊。头一次看见心中淡然的萧炎哥哥露出这副窘迫的模样，薰儿顿时有些觉得大开眼界，捂着小嘴娇笑道：我还有1000多枚金币，够吗？如果不够的话，在说着话的同时，薰儿那背在身后的一只纤手上屈指轻弹，一张紫金色的卡片突兀地出现在了纤纤双指间，卡片之上闪烁着5道不同颜色的波纹。5文紫金卡在斗气大陆上至少需要斗灵的实力才有资格办理这种代表身份的金卡，当然一些超然势力也具备这种资格。够了够了，欣喜地点了点头。萧炎忍不住的又想去捏薰儿的漂亮脸蛋，不过好在最后硬生生地止了下来。放心吧，等以后我会把钱尽数的还你。拍了拍胸口，萧炎承诺道。谁稀罕你还呢？小嘴微撇，薰儿背后的紫金卡片也是被他快速的收了起来。走吧，天晚了，明天我带你去逛逛乌坦城。萧炎对着少女挥了挥手，率先对着山下兴奋地跳跃而去。立在原地，薰儿微笑地盯着那回复了3年前飞扬洒脱的少年，轻轻一笑，低声喃喃道：纳兰嫣然，我究竟该恨你还是该谢你？清晨的阳光从窗户间射将进来，照在床榻之上盘腿修炼的少年身上，暖洋洋的。呼！静坐许久之后，萧炎长长的吸了一口气，一股肉眼可见的淡白气流顺着口鼻中灌入了身体之内，温养着骨骼。
眼眸乍然睁开，眼中白芒掠过，萧炎缓缓地伸了一个懒腰，满脸的迷恋与陶醉。就是这股感觉，3年了呀，变强的感觉终于再次回来了。慢吞吞地爬下床，活动了一下筋骨，然后换了一身衣衫。门外传来了轩儿那动听的清灵嗓音：“萧炎哥哥，还没起来？这丫头来得真早。”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转身在柜子中翻腾了一会，最后抱出个小匣子，小心翼翼地将之打开，顿时一片金光射了出来，让得萧炎眼睛微微眯起。这可是我全部的家当了呀！抱起小匣子，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推门走出，望着门口的青春少女，萧炎不由得轻佻地吹了声口哨。今天的轩儿换了一身得体的淡绿色装饰，清淡的颜色更是使得少女多了几分清纯。一条紧腿长裤将那纤细而修长的美腿包裹得极为圆润，曲线毕露。长腿、翘臀、略微发育的小胸脯，现在的轩儿无疑很像地球上的妙龄少女，充满着活力与诱人的青春气息。当然，不得不说，那股独特的淡雅气质却是萧炎从未在其他女孩身上见过。喏，你需要的东西。瞧着萧炎出来，轩儿笑盈盈地递过来一张黑色卡片，这是普通的存金卡，最大值不能超过5000金币。随手接过黑卡，萧炎打趣道：“小妮子穿这么漂亮，想干什么？难道和别人有约吗？”“是啊，是啊，这可是萧炎哥哥3年来第一次邀请我一起出去呢。雪儿可是很受宠若惊哦，当然要打扮得漂亮一点。”萧炎的亲昵取笑，让得雪儿眼眸弯成了浅浅的月牙，俏皮的娇笑道。无奈的摇了摇头，心情大好的萧炎也是笑着回了几句，两人笑谈着对着家族之外行去。半路上也遇见了一些族中的族人，在瞧得他与轩儿亲昵谈笑的模样之后，都是不由面露奇异之色。现在的轩儿，无论是美貌还是天赋，都是家族中年轻一辈最耀眼的明珠。平日在家族中虽然看似温雅和气，不过在那淡淡的微笑之下，却是蕴含着一股隐晦的冷漠。和他打个招呼容易，想要深聊很难。没有理会这些族人的神色，萧炎领着轩儿直接出了家族，然后放慢了速度，悠闲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之上游荡着。乌坦城不愧是加玛帝国的大型城市之一，人气极为盛况。虽然现在是炎炎烈日，可大街之上人流依然汹涌，甚至还能偶尔看见一些奇异的种族。或许是由于萧炎的陪伴，出了家族后，轩儿变得活泼了许多，拉着无奈的萧炎，不断地在各处摊贩前乱窜。少女清灵的娇笑声，让得处在炎热暴晒之下的街道清凉了几分。在轩儿完卷之后，萧炎这才带着她寻了附近的药材店，花了900多枚金币，买下了3支20年份的紫叶兰草，以及2株5年份的西谷花。这些都是低级材料，只要花些钱便能够在药材店中买到。当然，如果还想需要更高级的材料，那便只能自己去寻找，或者去方市、拍卖会等地方了。望着手中急速缩水的财产，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钱在斗气大陆有多重要了。药材已经到手，唯一还缺的便是一枚1级的木系魔核了。